在石头上兜里。阿父，陈伯父，二兄出征西域马，若下盘不稳，与人在马上对决时，难免有坠马之危。这是我在军中练下盘的最好法子。在我看来，明日当再加一块石，您意下如何？还加呀？哎，手别弯。子胜所言甚是，就得好好练一练。是。三兄，你惯用功，手若无力，箭便射不准；手稳，则箭准。你若想百发百中，还需要努力操练呢。其实我根本就不想百发百中。我今日看过卦象，便知今日诸事不吉呀。三兄，子不语怪力乱神，你事事求问神明，不如先跟我。哎，不是，你到底要做什么呀？家人安康，才能诸事吉昌。从今日起，你的家人可同我一同操练。哎，莫名其妙。哎，少少。哎，我是女娘，我又不用冲锋陷阵。再说，哪有女娘操练的？我与那些迂腐之人不同，我认为，天下男女理应一视同仁，而且，女娘亦有女娘的操练法子。女娘又……二兄，还撑得住吗？你跟陈将军一样，都是陈家好儿郎。李硕，看，刺，刺，打来，顶住，刺，好，打来，让开。公子，啊，娘娘，陶罐若掉了，明日便增练一颗。我也要练这些吗？我听闻你去年险些害病而亡，皆是因为操练不高。你放心，对你，我肯定是最上心的。大可不必，我是绝对不可能练这些的。哼。你就是如此对我上心的。是啊，你练多久，我就在这里陪你多久。不必，你只需告诉我，我还需练多久？大约1个时辰吧。1个时辰吗？心动的很。娘娘，程家好儿郎。袅袅，你这个郎婿啊，为父真是招架不住。他将为父的靶子都给射劈了，为父用了20年都不曾射劈过。嗨，娘娘，
阿紫生平第一次，不想做听话的女娘了。阿紫，我的手如今都还抖着，我也当真是没办法。人家成婚是要人，我成婚是要命啊！不，你成婚要的是我们的命，你还不如一刀给我个痛快呢。不行了，辛苦各位了，我已经命莲芳去准备冰梅枝了，一会儿就能送来，到时候清热解暑。来了，这便是你说的冰梅枝？我不是让你准备冰的吗？为何是滚烫滚烫的？是我吩咐莲房做的，淡冰伤身，刚刚操练完，适合热饮，大家趁热喝吧。哎呀，这日子没法过了。小声点，外面都是黑甲卫，你不要命了？只能怪袅袅，闲来无事长这般好看做什么？讲灵不宜招人。袅袅，你这狼穴可不比阿瑶好说话呀。如今婚事已成定数，说什么都是无用，又不能退婚。退什么退？退什么退？一个个的蠢货！如此俊俏的郎婿，举着火把也找不到，你们还推三挡四的？阿母，小声点儿，外面都是黑甲卫。你们再吃了几天饱饭，就不知道乡愁好坏了，想退亲，除非你们从阿母的尸首上过去。没退，没退，聘礼都搬到你屋里去了，哪个能退啊？阿母只管放心。哎呀，夫人呐，可千万不能声张啊！这门婚事是圣上所赐，如果从府里传出退婚二字，圣上会怪罪大人的。到时候程氏别说是鸡飞蛋打呀，连小命都没了。总之，梁子胜，这狼婿我是要定了，你们要退，我就闹死你们。阿母放心，这狼婿跑不了。阿母回屋歇息去吧。咱们歇息吧。辛苦啦，大家辛苦了啊！日后林不宜来咱家，
还是你们负责好好招待吧。哎呀，这些时日事务太多，我身子也有点乏了，管不了啦，管不了喽。娘娘，为父想仔细了，以后林不疑再上门，你就自己招待吧。我们长辈齐齐在场，你们也不好说些亲密话啊。好，就此定了，就此定了。阿父英明。唐子，你总不会留下我一个人吧？娘娘，唐子觉得论舞剑，还是你更合适。我也不是很合适。来，再喝。往日都不见你出门，怎么这要成亲了，倒比往常更自在？从前家里人每个都看着我看书，如今林不疑日日来访，他们躲都来不及，谁还管我？好不容易溜出来，喘口气儿。哦，这多好啊！啊，要成亲就没人管了。那我也想成亲。从前阿母日日管着我，我觉得焦心烦躁。可如今阿母不管我了，我倒觉得这心里面空落落的，好不踏实。你呀，就是成亲前有些焦虑。我前12个阿紫成亲前也是像你这样患得患失的，你以后习惯就好了。不然以后你嫁去林家，还要陪嫁个阿母去不成？如今阿母不管我了，可林不疑要管我呀。我以前觉得阿母的管束令人望人生畏，如今与这个林不疑相比，简直就是不值一提。你怎么提起他就咬牙切齿的？操练骑射，难以想象。他让我们府中上下一同操练骑射。那你是该多练。瞧你那病怏怏、有气无力的模样，我这是睡眠不足，身体不好所致的。我真是不明白，人躺着不好，为何要练骑射？为何？从前阿瑶才不会管我，不会让我做不喜欢之事，也不会管我吃什么喝什么。哪像这林不疑，过午不食，粮物不食，食多了还不能食，他不如饿死我算了。来，再喝。谁爱被管谁被管去吧，反正我不行。
还喜欢讲故事，恐吓我，吓唬我。他说，若是我不嫁他，就会杀了我全家。他以为我没听懂，我都听懂了。林不疑，可恶至极。还是安阳好，还会陪我喝酒。啊，我也能陪你喝。来来来，喝，喝。为何盯着我看？因为你奇怪我才看。你说，这林不疑做了这么多事，喜欢的人自然喜欢，这不喜欢的人怎么都不喜欢。那你，喜欢不喜欢？喜欢不喜欢？喜欢是什么滋味？你呀，就把那眼睛闭上，想着谁看到谁，那便是谁。闭上眼，喜欢，不喜欢，喜欢。这下子，我看到林不疑了，他好像坐在这儿。林不疑，这样子，你说我若是看到了林不疑，那说明林不疑又没了。准备，林将军，我敬重你为人刚直，怎可趁人之危呢？林将军，为何行为如此不谨？你们呀，一看便知是趁人之危，行为不谨的是我们袅袅啊。你看，在下并非只带回少商一人，万家娘子也在马车之内。啊？什么？七七也醉了？丢人丢一双。不若这样，林将军先将袅袅交还于我，待他酒醒之后啊，恐怕不行。啊？少商与林将军虽已定亲，但终究还未曾成婚，还请林将军放手，将他交予他阿父，待他归家。陈夫人，并非在下不放手。陈夫人，您看。哎呀，驾！驾！陈夫人，那在下先送少商回屋了。那就劳烦林将军送袅袅回屋。莲房，你跟着一起进去帮忙。是。多谢陈夫人体恤。告辞。自己的女儿如此不懂事，又能奈得了何人？我乏了。将军，你别忘了去帮宋儿送七七回万家。
这臭小子还未从车中出来啊？该不是也被人搂着不放吧？你这个疯小娘，再不松开，我就将你绑了送皇安伯父，让万老夫人治你。你以为我怕我阿父和大母不成？我这实在怕不是你。这是打起来了。万七七，我要断子绝孙了，你陪我！不准再闹了，不然看我怎么治你！你还制服我呀？救什么救你？来人！来！你说，是林不疑扛我回来的？嗯。林公子，你日后还是莫要饮酒了。昨儿林将军哄了你一整晚呢。快走！来，慢点。走，快，赶紧走！醒酒汤，先喝了吧。你是不是怪罪我平日拦着你喝酒，所以干脆一次喝个痛快？这是我命宫中医官配以珍贵药材做的桃花酿，入口醇香，也不容易喝醉。你以后若是馋酒，就喝这个吧。我不是要拦着你去做喜欢的事，我只是不希望你弄坏了自己的身子。这酒不好，比起桃花酿，我更喜欢千里醉。你若是不喜欢那味道，我可以命孙医官再改。还是你觉得不合适的不是这酒，而是我？你内心抗拒与我成婚，所以只要是跟我有关的事物，你都反感，哪怕内心欢喜，也要强忍着拒绝，是吗？少商，我已经在改变了，你为何还要排斥我呢？我们本就不是一路人，林将军权势滔天，而我一无所有。你并非一无所有，我也并非万事不缺。少商，你有你的阿父、阿母、阿兄，这个家里所有人都真心待你。我不曾拥有这些。你我并非是同路人，就算我有亲人又如何？这是我的家，不是你的家；这是我的家人，不是你的家人。确实，这家是你的，家人也是你的。我自幼在军中历练，习惯军令如山，
行动多为下达和执行。少商，我不是想强迫你或者掌控你，我只是还没有习惯凡事都与人商议。这么些年来，我从未真正有过家人，更不知如何跟家人相处，所以我更想学会融入。你说我不懂你，以权势压迫你，我只是想让你和你的家人知道，我也是个寻常人。我林子胜也是想和你过寻常日子。可你对我的生活来讲只有压迫。我不需要桃花娘，也不需要你如此关照我和我的家人。你说你和寻常人一般，可你本就不是寻常人。你我最开始就不平等，你求圣上赐婚，从未与我商量，你都没有问过我一句是否心悦于你，自作主张，何来尊重？林将军，我当真要被你这种关爱压得喘不过气来了。那我问你，心悦我否？与是否心悦无关，是你不能。所以你从未喜欢过我。若你口中的喜欢，就是要处处顺从你，被你约束，被你干涉，被你的人每天监视着，做什么、吃什么、干什么都要由你安排，每天天不亮就要被你拉去受苦，全家人因为你而不得安宁。对不起，林不疑，你这样的喜欢我当真是承受不住，而且我陈少商永远不会喜欢这样的生活。那你喜欢什么样的生活？没有你的生活。这是真心话吗？再真不过。请林将军离开我的家，离开我的生活，也离开我。我们两相决绝，各自珍重。好，我走，放你自由。李公子，你都做了一早上了，要不用点早膳吧？我不饿。怎么可能不饿？你昨夜吃的东西全都吐干净了，如今腹内一定空空。我昨日还吐了。可不是嘛，林将军帮着收拾了一夜呢。女公子，你不知道昨夜莲芳有多担心。你昨夜又是哭又是笑，又打又踹，还逮谁咬谁。除了林将军，怕是没人能受得住。我都担心林将军一怒之下把你给砍了，可没想到他愣是陪了一宿。他一宿都没睡，哪能睡得着啊？你闹成那般。不过，你倒在林将军身上，倒是睡得挺香的。
去？你去哪儿？我去找阿母。这鞋是谁的？林将军说怕你又吃足贪凉，特意猎来巨蟒做的这双蛇皮履，不会闷热，又不会太凉，说四季都能穿。袅袅，你可愿听为父一言啊？这事凌不疑没有错，为父也见过几次你们相处啊，你二人言笑晏晏，相谈甚欢，谁也不是瞎子。就算不是男女之情，仰慕总是有的。你说的人家心头火热，然后人家向为父提了亲。我也答应了，婚约既成，凌不疑究竟何错之有啊？我没说他有错，我只是觉得现在的生活跟我想象的不一样。我想要的，这世上人人都想照自己的心意行事，可是又有几人能办得到呢？为父托大一句，怕是贵为九五之尊的圣上也有无能为力之时。袅袅，你觉得，就算你不嫁给凌不疑，你就能过上你自己想要的日子吗？我觉得他不会为难我。你这么笃定他不会为难你，仗的是什么？不就是仗着凌不疑喜欢你，恃宠而骄吗？你既然都答应了这门婚事，如今又踌躇，这并非君子所为。袅袅啊，我与你阿母啊，并非贪恋功名富贵之人，其志之初，本是想守着乡间平安，保家小文族。这20余载，我们活里学里拼杀，没有生死加灭，还混出些名堂，也算知足了。大不了这官不做了，咱们回乡间做田守翁去，啊。这女子嫁人自古就便如新生，一步错是终身错，富贵权势与你的终身幸福相比，不算什么。袅袅，若你真心不愿意和凌不疑在一起，我与你阿父就算是撇下这一身官职不要了，也一定会保你去推掉这门亲事。当下，你跟阿母说一句真心话，你当真不喜欢凌不疑，当真不想与他在一起？这世上本就没有完美之人，就连你喜欢的郎旭，也不一定能全部符合你心意。就连我与你阿父，也是在磨合当中，才做成了圆满夫妻。这一世，若能嫁你动心之人，何其难得！阿母希望你想清楚，再做决定。无论你如何选，阿父阿母都支持你。
你这么笃定，他不会为难你。仗的是什么？不就是仗着林不疑喜欢你，恃宠而骄吗？你既然都答应了这门婚事，如今又踌躇，这并非君子所为啊。林将军说，怕你又吃足贪凉，特意猎来骏马，做的这双蛇皮履，不会闷热，又不会太凉，说四季都能穿。我这个人就爱随心所欲，但我日后若是嫁于你，就得按照你的规矩活下去。那时，我将不再是陈少商。你说我不懂你，以权势压迫你，我只是想让你和你的家人知道，我也是个寻常人。我林子胜也是想和你过寻常日子。可你对我的生活来讲，只有压迫。我当真要被你这种关压得喘不过气来了。我自幼在军中历练，习惯军令如山，行动多为下达和执行。少商，我不是想强迫你或者掌控你，我只是还没有习惯凡事都与人商议。我特调来一队亲卫，每日查探府中出入，确保诸位的安全。刚刚操练完，适合热饮，不如子胜给大家讲一件趣事吧。这么些年来，我从未真正有过家人，更不知如何跟家人相处，所以我更想学会融入。我已经在改变了，你为何还要排斥我呢？你说这林不疑做了这么多事，喜欢的人自然喜欢，这不喜欢的人怎么都不喜欢。那你喜欢还是不喜欢？
全天下最好的女娘。她天真果敢，敢爱敢恨，是最能与我并肩同行之人。此胜此伤，非他不可。阿范罗，我决定了，我嫁。陛下到。此事你这是？臣请您代行长辈之职，向陈四娘子提亲。小女自幼缺乏管教，行事顽劣不堪，这门亲事绝嫁，只是少商他自己，配不上。少商或许不是所有人心中的乖巧女儿，但在我的心里，她天真果敢，敢爱敢恨，是最能与我并肩同行之人。此胜此伤，非她不娶。我们都是老实的闺中女子，行端坐正，哪像有些人愚昧做作，卖弄风情。今日，我终亲眼见到权势的模样。少商，你不喜欢权势吗？那是你的权势。我这人自幼倔强，不服从管教，更不会听你的话。这样的我，你还想娶吗？当然，你陈少商就是全都城最好的女娘，全天下最好的女娘。我决定了，我嫁。少主，六火口，少主公。怎么回事？少主公，我已寻到当年的义士，他在军中曾见到那些被派去查探瘴气的将士们的坐骑，倘若人因瘴气所杀，马必不得幸免。他心生疑虑，
暗自查探，发现那些将士皆死于刀上。害怕之下，他卸甲归田，隐姓埋名。我本想带他见少主公的，无奈还是被他们发现了。说，谁派你们来的？你们究竟是何人？小心喊我！喊我！喊我！少主公，属下已将刺客尸体处置，只是我们查过刺客出身，全无线索。那些刺客刺杀韩武，用的是军中围困秦敌的阵法，而这些毒针，每根中空且内藏毒质，非寻常铁匠能制，因也是军中之物。竟是军中之物。不过各地驻军众多，随行的武将也不少，我们该从何查起啊？此次韩武已经查明，当年那批被派去查探瘴气的士兵一个未归，可他们的坐骑却都回到了军中。既有如此大的疑点，小越侯为何不报？他不仅不查那些兵士的真正死因，反而将此事快马告知老秦安王，劝其也暂缓救援。而且已经查清了，那些兵士并非死于瘴气。少主公觉得是小越侯故意杀人灭口，可那些都是他自己人啊。他为坐视瘴气之时，掩人耳目，杀人灭口，是他拖延了救援，致孤城城破。韩武之死，证明他也知晓背后有人在查此事。接下来，我们不能明察，只能暗访。我们要加倍谨慎。少主公，圣上令孙医官来为你查伤，可要让他进来。不见。圣上说治不好，孙医官提头去见。圣上说了这么多年了，可曾真的摘过谁的脑袋？不见，就是不见。你怎么起来了呢？陛下要在屋里练功，妾就不妨碍陛下了。妾去侧殿睡去。来，走。朕啊，也是担心子胜。你说，他这伤了腿了，也不告诉朕。朕这一想起来呀，也是寝食难安呐。子胜哪次受伤了不是自己扛？若为这般就愁得睡不着觉，那陛下夜夜别睡了，修仙得了。这次可不一样啊。他不仅瞒圣，还欺君。哟，这闷葫芦开窍了。说来听听，他都欺骗陛下什么了？他说他这伤是骑马摔伤的，鬼才信呢。子胜，
自从6岁开始，上马如飞啊，不曾摔过。骑马摔伤的？哎，听说呀，他摔伤之前还去见过张娘子呢。指不定啊，他就是怕朕责罚张娘子，才故意欺瞒朕的。在土高山便是如此吧。朕问张娘子一句：“子胜护着他，能顶朕10句嘞。”如今呐，子申心里有了程娘子，就没有朕喽。陛下，谁还不曾年轻过？当初，陛下对妾，不也是这般吗？那不一样啊。那现在，能不能也先心疼妾一回？能。见过三公主。程娘子，又见面了。听闻十一郎去你家下聘了，你便是靠着这张脸勾引的十一郎吧？敢问三公主，何为勾引？我说是什么就是什么，叫你大话，你竟敢违上！来人，掌嘴！住手！洛娘子辛苦，我有话要与三公主讲，还请屏退左右。他说你什么了？我听说他狐媚脚快，昨日还连累你伤了腿，他根本配不上你。子寿，其实我一直都很后悔，你过去待我很好，可我年少时不懂怎样才是好郎君。你可还记得，我儿时半夜心悸，是你连夜叩开宫门，让父皇赐下侍衣。是矣。所以你今日就以羞辱吾父来回报我吗？那些辱没宗室门楣的话，还请三公主不要再说。圣上恩赐抚育我长大，他夜以继日地为国事操劳，可他的女儿却不知廉耻的敛财，全然不顾其父的脸面。儿时之事，大可不必再提。现如今的我，对你已是厌恶至极。你不用再说了，我还没那么厚颜无耻，只怕你将来不要后悔。在下今年21岁，从小到大，圣上不知催促过我多少次早日成亲。
可直到前些时日，我遇见了少商，才动了婚配的心思。子胜此生，除他以外，再无旁人。林将军，腿还伤着呢，走这么快也不怕伤上加伤啊？嗯？昨日还对我冷言冷语，怎么今日就知道关心我了？谁关心你了？我们好歹是未婚夫妻，我是怕没有照顾好你，身上迁怒于我。听着，我知道你嫌弃我处处约束于你，处处压迫于你，但即便如此，我也不可能放你走。你就像观中供奉的神像，受人敬畏膜拜。如今神像要与我成婚，还要跟我一起同吃同住，就不允许我犹豫一番吗？你这人就是如此，志足以居谏，言足以是非。这话我听懂了，阿母也常这么夸我，看来你们是同类人。你大可以对我冷嘲热讽，可无论如何，我都不会尽兴。少商，我认准了你，那往后只能是你。你要是想退婚，大可去圣上面前退。这个婚，我凌不疑绝对不退，即便圣上重罚，我也不退。谁说我要退？我也不退。我想通了，只因我从小不被人疼爱，我也不知如何爱人，难免关于质疑你的用心。可是回想往日，你待我真的很好。我要是再一味抗拒，倒是显得我有些铁石心肠了。你伤如何了？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？我在猎巫受伤之时，你还知道关心我一句，痛不痛？你是不是怕圣上责问你，更胜于我？你哪有圣上可怕？陈少商，我知道，你总会质疑你我并不平等，总忧心我会压迫于你。我今日想告诉你，我凌不疑将你视作武器，我所有的一切皆属于你。日后，我也只会用权力来护你，绝不可能压迫于你。我会让你相信的。信不信，看你日后表现吧。以后你想吃便吃。
今日这里行的还算可以啊。你告诉朕，日后该如何成为子胜的妻子啊？得先成婚。完了。回禀陛下，臣女愚钝，不知陛下之意，方才妄言，还请陛下恕罪。朕问你，你礼仪粗疏，才学不显，可子胜呢，国之栋梁，朕视其如亲儿一般。你觉得你自己和他般配吗？哎，你怎么来了？哎，孙医官刚才还说你的腿伤又加重了，你不好好回去休息，跑这来干什么？快起来，快起来！子胜前来，就是想同心腹一起听听，陛下究竟想问什么。哎呀，那好，你腿伤就别跪了，坐着说啊。你也坐着，都坐着，好不好？慢一点，慢一点。坐吧。说吧。陛下明鉴，臣女阿父阿母在臣女襁褓之时，便出了都城去征战，家中只留下了年迈话多的大母，还有并不贤良的二叔母。这些年，臣女识得的字不超过100字，识得的书卷不曾看过书卷。如今阿父阿母回来了，就是觉得臣女过于粗鄙不堪，所以才教了一些书文。林将军是武将，我想林将军定是不喜欢学问太高的女娘。全都城里就我没有学问，想必还是比较般配。胡说八道！子胜，学富五车啊，怎么就配不上那些高学问的女娘了？啊，对，陛下说的对，我也是如此想的。若是以前，我能知道日后林将军会亲眼于我，我定会日夜苦读，冬夏不辍。如今不是也没有机会了。陛下，少商年纪虽小，但却如此谦逊自知，不卑不亢。子胜就喜欢他这样的。孔夫子云：“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是智也。”难得你这么小的年纪就懂这个道理。你不要允，程氏，这婚事啊，既然已经定下了，你日后呢，就应该多想想如何弥补自己的不足，而不是在这里自轻自贬。倘若如你所说的真的如此不堪，那娶你的子胜又算什么呢？如今子胜在外立府，一言一行颇受关注啊。你作为他的心腹，将来里外操持更要谨慎周全呐。万一有什么差错，丢的是子胜的颜面。所以啊，你来皇后宫中领训吧，须得加倍用心勤勉，莫以自谦之名行推诿之实啊。至于细则，那就听皇后吩咐便是了。啊，就这样，没有别的要说了吧？啊，想说什么就说吧。陛下日理万机，今日难得有空。陛下，臣女今日想告一个人的状，不知可否？
正大，这才面圣3回就敢告御状了。你可知，谏言出告是大事，稍有不慎就是重罪。陛下所说的朝廷大事我不懂，不过我今日要告的是小儿女之事。然虽是小儿女之事，但天下若干大事都是以小儿女之事引起的。林将军常说陛下宽厚，视若为亲父，所以今日我斗胆也视陛下为长辈，也不知合不合礼数。若是不合礼数的话，我便就不说了。和说。臣女今日要告的是车骑将军王纯之女王琳，告她言行无状，在娄家婚宴之上诽谤于我。啊？铸币权之事，我自会寻机会去说。那洪大人允我之事呢？可曾关照妥帖了？文修君放心，小王爷产业在寿春境内，我家家主一定会护他安然无忧。但索要属地铸币权，并非小事，文修君可得小心斟酌言辞，稍有不慎，那就是性命攸关的大事。区区铸币权而已。乾安王府虽无往日的风光，但是对皇后的恩情尚在。他宣誓流落我家，若非我阿父把他送与当今的圣上为妻，他何来今日的母仪天下？我阿父更为了文氏的江山命丧疆场。这些薄面，我还是要的。如此甚好。此乃小王爷托我给夫人带来的家书。家主深知此事令文修君为难，然小王爷生活艰难，多年不治新衣，捉襟见肘，为勉强度日，只能过午不食，闭门不出。小王爷真是无奈，才不得不提出非分要求。如今朝廷归文氏，普天之下姓文者得贵。若非乾安老王爷去世的早，小王爷何至于窝在寿春苟活？天下本该是我乾安文氏的，可偏偏我们姐弟却活得如此辛苦。阿母，阿父让我来寻你说。阿母屋内竟有客人吗？阿母的规矩你都忘了吗？进来也不敲门，还不给我退下！慢着！这便是女公子吧？果真是位如花似玉的小女娘啊！区区见面礼，女公子莫要嫌弃。女公子急忌了吧？
说来，家主夫人去世已有1载，灵儿尚幼，我和将军还想留她在闺中多些日子。再说，彭大人的年纪与我夫君相仿，怎好隔辈娶亲呢？年纪大有什么关系？知冷知热，会疼人呐。彭大人的喘疾还很严重吧？唉，他这副身体，何必苦苦想着娶新妇呢？文修君切莫忘了，我家家主是为谁落的身体残疾？若非当年我家家主不顾瘴气，将老乾安王背回，怎会落得自身残疾？这些年未有子嗣，也是因此而来。此恩，天下人可以忘，文修君切莫忘记才是。我自不会忘，我会在都城帮彭大人寻觅新妇，唯灵儿不行。小王爷人困寿春，难免会思念亲人。若能常见到亲生女，心中也许会宽慰。我家家主与小王爷虽是异姓兄弟，终究亲密有间。若能联姻，那就是割不断的血脉亲人，岂不会为小王爷驱使？你与王娘子之间不过是些口舌琐事，何必拿到陛下和皇后跟前说呢？徒扰帝后清静。陛下和皇后视子慎为亲子，也就是我们的长辈，这种家事自然要与家长说。单说无妨。那日，王娘子与另几个小娘子当众指责我狐媚做作，卖弄柔弱。吾还当是什么呢？原来是这些争锋妒忌之言。敢问太子殿下一句：若臣女当真是狐媚做作，那受臣女蛊惑的林将军，算是什么？给我们赐婚的陛下又算是什么？若此状我不告，那林将军岂不是要担上一个耽于美色、受人蛊惑的名声？陛下，我与王娘子的确是口舌纠纷，但陛下也知道，然3寸之舌，仍可坏事乱国。陛下的家事就是国事，家事不宁，国事不安。于家于国，此状我都是要告的。我其实也不想一直抓着王娘子的错事不放，只是这王娘子对子慎一直颇为执着。若此事我又忍了，她便还会对我纠缠不休。若是犯了更大的错，那岂不是小事化大？如今我告了她，就是大事化小。少商说的没错，自从子胜和少商定亲之后，这阿玲在人前人后多少次愤愤不满，一劲地说少商配不上子胜，这些我都有听说。你说是不是？妾也略有耳闻，在都城众多迷恋十一郎的女娘中，王玲也算是有名的。哼，你们说的都对，这怪谁呢？不过呢，这阿玲啊，的确需要好好的教导一番啊，免得日后再生出更大的祸事来。这就让曹成跑一趟车骑将军府吧。少商，
余与陛下商议过了，你既要嫁与子胜，自是不能半点不失宫中规矩。不若接下来这段时日，你就住在长秋宫里，余也好慢慢教导你这宫中的礼仪规矩。可是什么？皇后亲自教导你，莫非你还不乐意啊？陛下，皇后，曲灵侯夫妇在外征战10余年不曾回家，少商自幼与父母聚少离多，待他与臣成婚后，更是难以承欢膝下。少商舍不得父母家人，臣亦舍不得他受这离别之苦。臣认为，不如就让少商住在家中，每日由臣送他来长秋宫学习规矩便可。哎呦，亲自接送啊！子申觉得不辛苦，那也不是不可以。那就按陛下的意思，子申每日辰时之前送少商至长秋宫里，申时末出宫回家，每旬休1日，如何？是。舅父都带得，你为何带不得？程少商嫁与林不疑，我却要下选这蛮荒之地，凭什么呀？他本就瞧我不起，两相对比，岂不是更会嘲讽我？不过是个君父之女，值得你这般在意吗？你若是嫁给彭坤大人，天下谁敢笑你？彭大人是我们乾恩王族的恩人，你不嫁也得嫁。我不要，阿父，我要嫁出寿春，谢想见阿父就千难万难了。阿父，你可忍心啊！夫人，你我婚后只得此女，怎么嫁去寿春，嫁给彭坤受苦啊？我母族乾安王的祖宗基业都在寿春，以我幼弟现在的能量，东山再起不过虚也。到时候，全天下的女人都会艳羡我们女儿嫁到了寿春，这区区都城算什么？舅父要当真有本事，就不会窝在寿春受血于彭坤这么多年。放肆！我们乾安王族不过是一时虎落平阳罢了。当年如果我们没有乾安王族，当今圣上又岂能得100万雄兵，收平立地余孽？就连皇后也不过是仰仗着我们家的收留，才能苟延残喘到今日。我族子孙为天下捐躯，现在就剩下你舅父一个人了，全天下都欠我们文家的，而你们王家人没有资格嫌弃。阿母，可是我们才是一家人啊！若不是我乾安王族在我阿父去世之后落魄，我怎么会和你们成为一家人？曹常侍携圣上口谕到。王夫人，还请跪下领圣上的口谕。身为乾安王族后人，
岂能给一个阉人下？王夫人，您这是对圣上的不敬啊！放手！圣上说，王氏女灵，德蒙祖荫，性交行户，如娄氏婚，抵程氏女，车骑将军王纯，失管少教，致其无礼无度，失德失责，遍及宗亲，则妇女自省，以儆效尤。王夫人，谢恩吧。这般做什么？灵儿有错，只管约束管教，你何当众动手？素日里是怎么教你的？你身上淌着我全汗血。谁要是欺你如女，你大可打回去。平日里你可以跋扈，可以嚣张，可以目中无人，但是不能像今天这样丢人。圣上居然为了个军户之女这么为难，那宣氏也不拦着。当年若不是我跟圣上同宗，便是我做皇后，轮不上他宣圣安。走，我带你进宫找他宣礼去。进宫，可圣上勒令我说居家反省，你应该是抗旨。圣上我都不怕，我怕，我们王氏都怕。你们一个个都